欢迎来到壁画太多，我是三太。今晚我们要聊聊那本让无数人热血沸腾，却又让人细思极恐的奇书《水浒传》。你可能觉得这是一部讲哥们儿义气、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英雄史诗，但如果我告诉你，其实这是一场人类史上最残酷的人性实验呢？就像你在实验室里观察小动物一样，施耐庵把108个活生生的人投进了一个叫梁山的密封高压锅，然后慢慢抽干了里面的空气，观察他们如何从有血有肉的灵魂一步步地退化成了冰冷的杀戮机器。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顺便在留言区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水浒人物是谁，更需要你点击热推送出 HAP 积分，壁画太多需要你的支持和蓄能。好，让我们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咱们得先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水浒传》里的世界绝对不是什么童话乐园。在施耐庵的笔下，那个大宋朝的社会底色是极度阴冷的。很多读者看《水浒》，看的是武松打虎的勇猛，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力量，是那种反抗体制的爽感。但如果你把这些滤镜全部撕掉，你会发现施耐庵其实是一个非常冷酷的导演。他根本没打算写一群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真正想做的是进行一场关于社会化剥离的实验。简单点说，这种剥离就是把一个人身上所有的温情、道德、牵挂和软肋通通切掉。你会发现这108个人在还没上山之前，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点人的温度。林冲想和老婆好好过日子，武松想在大树下当个踏实的公职人员，哪怕是鲁智深，他最初打死镇关西也是为了救一个毫不相关的可怜姑娘。这些都是温情，是人性里最柔软的部分。可是施耐庵不答应，他在书里扮演了一个上帝的角色，但他这个上帝一点也不仁慈。他给每个人都量身定制了一套毁灭方案。他要看看，当一个人失去了所有的社会关系，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甚至失去了对死亡的敬畏之后，这个生物最后会变成什么样。结果我们都看到了，他们变成了嗜血机器。很多人奇怪，为什么这些好汉到了故事后期杀起人来就像割草一样。哪怕是面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哪怕是面对往日的同僚，他们的内心竟然毫无波澜。这就是因为施耐庵已经通过各种极端的剧情，把他们体内的人性操作系统给彻底格式化了。在施耐庵的这个残酷实验室里，梁山坡不是一个避难所，而是一个密封的高压锅，把108种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理想通通塞进去。经过一番血淋淋的搅拌和加热，最后吐出来的全是整齐划一的暴力符号。他们不再有自己的名字，只有那些听起来威风凛凛却又杀气腾腾的绰号。他们不再有私人的情感，只有那个被高度神圣化的，甚至有点畸形的义气。这种转变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试探。施耐庵就像一个耐心的猎人，他先是拿走了他们的尊严，接着拿走了他们的家庭，最后拿走了他们的良知。当这些东西全部消失的时候，所谓的好汉就诞生了。但这种好汉和我们理解的英雄完全是两码事。他们更像是那种被设定好了程序的仿生人，
只要宋江一挥手，他们就能毫无心理负担地冲向任何一个地方，摧毁任何一个目标。这场实验最恐怖的地方在于，施耐庵让我们看到了温情的脆弱。在极端的生存逻辑面前，那些我们平时视若珍宝的爱与怜悯，竟然显得那么不堪一击。你以为你是在看英雄传记，其实你是在看一个物种的异化过程。这108个人就像108个样本，每个样本都展示了人性被摧毁的一种可能性。我们之所以觉得《水浒传》好看，是因为那种原始的暴力美学确实能刺激多巴胺。但如果你停下来，深呼吸一口，仔细看看那些血泊背后的眼睛，你会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那不是胜利者的目光，那是荒野中孤狼的冷笑。施耐庵通过这本奇书，向每一个读者抛出了一个非常辛辣的问题：如果把你放到那个实验室里，你觉得你能坚持多久才变成机器？这种转变往往是从最体面的人开始的，因为摧毁一个体面人的过程，最能体现实验者的手段。要说这108个人里谁最不像个杀人机器，那肯定得是林冲。在施耐庵的实验室里，林冲是那个最高端的样本，因为他代表的是当时社会最稳固、最体面的那一层。林冲有编制，他是80万禁军教头，他有房产，在京城那种寸土寸金的地方能养活一家老小。他更有温情，他非常爱他的太太。如果不出意外，林冲的人生剧本应该是那种大宋中产阶级生活指南，每天打卡上班，下班了陪老婆逛逛庙会，买点零食。他是一个极度守规矩的人，甚至守规矩到了有点懦弱的地步。但施耐庵这个实验员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当着你的面把你最珍视的规矩一脚踩碎。实验的第一步是羞辱。高衙内看上了林夫人的时候，林冲的第一反应不是拔刀，而是攥紧了拳头又松开。为什么？因为他在衡量成本。他觉得只要自己退一步，这个体面的生活就能保住。他太想当一个好人了，以至于他愿意用尊严去换那点可怜的安稳。可是施耐庵冷笑着告诉他，在一个崩坏的系统里，没有人能靠退让来保全温情。接着，实验进入了第2阶段，全方位的社会放逐。高俅父子联手设计了白虎节堂的局，直接把林冲从体制内踢了出去。林冲这个时候还在幻想，他觉得自己去沧州服刑，等刑满释放了，还能回来跟老婆团圆。他甚至在临走前写了一封休书。很多人觉得这休书是自私，但其实这是林冲最后的温柔。他想给老婆一个退路，这说明他心里还装着那个家，那份人的温情还没熄灭。施耐庵觉得这还不够，他要在林冲的流放路上继续加压。在野猪林，2个差役要在林冲最虚弱的时候杀掉他。鲁智深救了他，但林冲是怎么做的？他竟然还护着那2个要杀他的差役。他跟鲁智深说，这2个人只是听命行事，不怪他们。你看，这时候的林冲还试图维持一种高标准的道德逻辑。他还没疯，他还是个文明人，他在努力证明，即使生活烂透了，他依然可以做一个有温度的人。可惜的是，在这个黑暗实验里，所有的善意都会被当作燃料，用来烧掉你最后的理智。当林冲来到沧州，当他在风雪之夜被赶到草料场，当他听到陆谦等人在门外商量着要把他活活烧死的时候，实验终于迎来了最高潮。那一刻，
林冲心里的那个高压锅炸了，他听到的不仅是陆谦的声音，还有他那个安稳梦破碎的声音。他发现自己守护了一辈子的规矩和温情，在对方眼里连个屁都不是。于是那个雪夜成了林冲人格的坟场，他从破庙里走出来，心里已经没有任何牵挂了。他不仅杀掉了那些害他的人，还把对方的心肝给掏了出来。这是一种非常有仪式感的告别，他在告诉施耐庵，也告诉这个世界，那个体面人林冲已经死在了大雪里，活下来的是一个叫豹子头的杀人机器。从那天起，林冲再也没提到过他的太太，他也不再聊什么前程和规矩。林冲的异化非常具有代表性，他不是那种天生嗜血的狂徒，他是被一步步剥离成了白骨。施耐庵通过林冲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不再保护温情的时候，最体面的人会变成最冷酷的凶手。林冲上梁山的时候，他那个人的灵魂已经丢了一大半。他开始接受梁山的那套逻辑，也就是谁拳头大，谁就是道理。他不再需要尊严，因为杀戮已经成了他唯一的尊严。这种转变最让人难受的地方在于，它发生的合情合理。你会觉得，如果换作是你，可能在那场雪里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这就掉进了施耐庵的陷阱，他让你同情林冲，然后让你在不知不觉中也接受了那种只有变成机器才能活下去的黑暗逻辑。既然连林冲这样的人都能被炼成嗜血的零件，那么那些本来就带着野性的狠人，在施耐庵的手里又会经历怎样的升级改造呢？如果说林冲是一个被逼疯的体面人，那武松就是一个试图给自己戴上紧箍咒的丛林之王。在施耐庵的实验室里，武松这个样本非常特殊，他天生就带着一种野兽般的原始力量，这种力量如果不加控制，那就是个行走的人形兵器。但有意思的是，武松在故事前半段表现出了极强的社会化意愿。他打完老虎成了名人，第一反应不是去占山为王，而是赶紧穿上制服，当个编制内的都头。他非常渴望那种秩序感，渴望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施耐庵给他安排了一份最朴素的温情，那就是他哥哥武大郎，那是武松在人间唯一的锚点。只要这个矮小的哥哥还在，武松就是一个守法的公民，一个会为了家庭努力工作的硬汉。他甚至在出门公干之前，还反复叮嘱哥哥要关好门窗，防备小人。这种细腻的温情是武松身上最柔软的铠甲，可是施耐庵最擅长的就是拆掉这层铠甲，而且拆得极其残忍。当潘金莲和西门庆联手害死武大郎的时候，武松的第一反应竟然还是走法律程序。他收集证据，找邻居当证人，带着口供去衙门告状。这时候的武松依然相信这个社会是有公理的，他还没打算变成机器。但施耐庵冷冷地看着他，让那个收了钱的知县把他的诉求挡了回来。就在那一刻，武松心里的法治精神彻底崩了。他发现，在这个黑暗的逻辑里，规则只是强者的玩具，而弱者的温情只会被踩进烂泥。于是武松开始了第一次精准杀戮。他在灵堂前杀潘金莲，在狮子楼斗西门庆，这还算是为凶报仇，带着某种江湖正义感。这时候的他虽然沾了血，但还是个义士。施耐庵觉得这还不够，实验必须升级，他要把武松从一个复仇的义士变成一个无差别的杀手。接下来的孟州之行就是武松彻底异化的转折点。
在快活林，武松卷入了黑帮火拼，他帮施恩打蒋门神。其实这已经不是什么正义了，就是单纯的暴力输出。他开始享受这种掌控他人生命的感觉。当他被张都监陷害，差点死在飞云浦的时候，施耐庵终于按下了那个毁灭按钮。武松反杀回鸳鸯楼的那一晚，是整部书里最阴森、最让人喘不过气的一幕。那一晚，武松不仅杀了害他的张都监和蒋门神，他连楼里的丫鬟、马夫，甚至路过的仆人，通通都给杀了，整整15条人命，其中一大半是完全无辜的。施耐庵在这里写得非常冷静，甚至有点冷酷。武松杀完人之后，蘸着血在墙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这一刻，那个曾经想当个好公务员，想护着哥哥过日子的武松彻底消失了。他不再分辨对错，不再计较无辜，他只信奉效率，杀掉所有活口就是最安全的方案。这就是施耐庵想要的结果。他把一个对社会充满向往的顶级狠人，通过系统性的不公和背叛，练成了一个纯粹的暴力符号。武松穿上僧衣，成了行者。那身衣服不是为了修行，而是为了遮住他那一身的杀气和血腥味。武松的异化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的底线被反复践踏，当他的温情被彻底碾碎，他爆发出来的破坏力是没有任何边界的。他不再是那个在树下跟哥哥告别的弟弟，而是成了一台杀人不眨眼的精密泵。他每走一步，脚下都是血印子，但他连头都不会回一下。这种转变让观众感到爽快的同时，也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因为我们发现，那个保护弱者的武松不见了，剩下的只是一个为了生存和报复而战的终结者。那么问题来了，这种单纯的暴力如果没有大脑的指挥，其实是很容易自取灭亡的。施耐庵显然不满足于只制造这种肉体上的机器，他还需要那种能从灵魂深处把人关进笼子的催化剂。而在梁山众人的眼里，那个唯一的、最温暖的希望，其实才是最致命的陷阱。在施耐庵这个充满寒意的实验室里，如果说所有人都在排队等着被格式化，那鲁智深绝对是那个最让实验员头疼的意外。它就像一段自带杀毒程序的代码，无论系统怎么想，把它磨成零件，他那颗滚烫的心始终都没冷下去。咱们得承认，鲁大侠的出场方式就很特别，他不是那种被社会毒打后才反抗的受害者，他一开始就是个有编制、有地位的小提辖，生活过得相当滋润。但他和林冲最大的区别在于，林冲是为了保住体面而忍让，鲁智深是为了看到不平而发火。你看，他打死郑关兴那一回，逻辑非常简单直接。他救金翠莲父女，不是为了什么远大理想，更不是为了在那儿刷存在感，纯粹就是看不得弱者被欺负。这种原始的、不带功利心的善良，是《水浒传》里最稀缺的资源。他那一拳下去，把自己大好的前程给打没了，把自己变成了通缉犯，但他拍拍屁股，走得特别潇洒。在鲁智深的字典里，温情不是挂在嘴上的词，而是那种我管你是谁，欺负老实人就不行的本能反应。施耐庵给鲁智深安排的路线是出家。按理说，一个人穿上了僧衣，断了尘缘，应该变得更冷淡、更机械才对。但鲁智深这个和尚当的简直是人类行为艺术的巅峰。
他在五台山喝酒吃肉，把满山的文僧气得半死，甚至把泥塑的金刚都给推倒了。这其实是在暗示我们，那些死板的规矩、冰冷的仪式，根本关不住一个真正活生生的灵魂。他虽然满脸横肉，虽然杀人如麻，但他杀的每一个人，救的每一个灵魂，背后都有着清晰的人性逻辑。最能体现他这种意外性的是他在野猪林救林冲。你想想，那是林冲最落魄的时候，满世界的规矩都在告诉大家，林冲是个倒霉蛋，离他远点。但鲁智深不管那一套，他千里迢迢一路跟踪，在差役准备下死手的那一刻，像个天神一样跳出来。他救完人之后，本来可以跟着林冲一起感慨人生，或者要点好处，但他只是护送了一程，留下一句狠话，就转身进了丛林。这种不求回报、不求认同的保护，就是施耐庵在这一片黑暗中留下的唯一一点光。鲁智深身上有一种很高级的幽默感和哲理性，他活得特别明白。他知道这个世界烂透了，但他没打算跟着一起变烂。他在梁山坐冷板凳，不争排名，不搞小团体，每天该吃吃该喝喝。宋江那种虚伪的道德绑架，在鲁智深这儿完全失效。宋江说为了大义，鲁智深就呵呵一笑。他看透了所谓的英雄梦，其实就是一场大型的忽悠，但他也不拆穿，就那么安静地看着这群人折腾。这种清醒是非常痛苦的，但鲁智深把它转化成了一种大无畏的随性。他不像武松那样杀得眼红，也不像李逵那样杀得疯狂，他杀人更像是在做一场清扫工作，把那些脏东西从这个世界上抹掉。所以施耐庵最后给了鲁智深一个全书最高规格的结局，就是圆寂。当他在钱塘江畔听到潮信声，想起那句听潮而圆，见信而寂的预言时，他没有恐惧，而是洗了个澡，换了身干净衣服，安安静静地作画了。这个结局其实是施耐庵在告诉我们，只有像鲁智深这样始终保持着人的温度，始终不向黑暗逻辑投降的人，才配拥有一个体面的收场。他成功逃离了那场把人变成机器的实验。他死的时候是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零件。这在梁山108个人里，简直是奇迹中的奇迹。但是实验室里总会有那么一个极端。如果说鲁智深是极端的温情和清醒，那么接下来这位就是极端的纯粹和毁灭。他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甚至连基本的是非观都没有。他是施耐庵手里那把最锋利也最失控的刀，只要有人轻轻拨动一下他的开关，他就能把人间变成炼狱。那么这台最纯粹的杀人机器到底是谁？他又是如何被训练出来的呢？如果说鲁智深是这场黑暗实验里的一个意外，那么李逵就是施耐庵亲手调配出来的一剂最纯粹的毒药。在整个梁山实验室里，李逵是一个极度特殊的样本。他不需要像林冲那样被慢慢剥离体面，也不需要像武松那样经历复杂的心理崩塌。因为在李逵的世界里，那个叫做人性或者社会化的系统，打从一开始就没装上去。它是一台出厂即巅峰的暴力收割机，是那种完全没有经过文明打磨的原始力量。你仔细观察李逵这个角色，就会发现他没有任何过去，也没有任何未来的规划。他没有老婆，没有孩子，没有房产，
甚至连一点像样的社交圈子都没有。他就像一个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黑旋风，浑身上下只写着2个字：破坏。施耐庵设计这个角色，其实是在测试一种极端状态。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道德负担，完全没有廉耻感，甚至完全没有对生命的基本敬畏，他能发挥出多大的破坏力？李逵最让人后脊梁发冷的地方，不是他的斧头有多快，而是他的那种无意识的恶。在江州劫法场那一回，别的英雄是在跟官兵厮杀，是在救人，而李逵在干什么？他在挥着2把大斧，像割草一样对着围观的平民百姓乱砍。他根本不去分辨谁是敌人，谁是无辜的路人。对他来说，视线内所有会动的东西都是他暴力输出的目标。这种杀戮不是因为仇恨，甚至不是为了任务，而是一种纯粹的本能的释放。施耐庵在这里写得很绝，他给了李逵一种近乎孩子气的残忍。他杀了人之后还会哈哈大笑，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就觉得好玩而大开杀戒。这种天真的邪恶比那种阴谋诡计的邪恶要恐怖得多，因为你没法跟他讲道理，没法用逻辑去约束他。他就像一个拿着大杀器的5岁小孩，只要他觉得爽，他就敢把整个世界给拆了。这种状态就是施耐庵想要寻找的纯粹机器的模板。在梁山这个整体里，李逵扮演的角色是清理者。每当那些受过教育还有点心理负担的体面好汉犹豫不决的时候，李逵就会跳出来，用最血腥的方式把路给铲平。他不需要思考，他只需要指令。只要那个被他视为神的宋江哥哥点点头，他可以杀掉任何人，包括他自己。这种极度的忠诚其实是一种人格的彻底丧失。他把自己变成了一把刀，一把只听命于主人的永不生锈的快刀。很多人觉得李逵很可爱，觉得他心直口快，觉得他是个萌宠。但这正是施耐庵的高明之处，他用这种可爱的表象掩盖了一个极度荒凉的真相。李逵其实是这108个人里最空洞的一个。他没有自我的灵魂，他所有的情绪，所有的行动，都是基于一种原始的冲动，或者是对宋江的盲从。他是这场实验里最成功的产品，因为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人的属性，他就是一个纯粹的暴力符号。施耐庵通过李逵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被彻底剥离了文明的约束，回归到那种野兽般的状态时，他确实能变得无坚不摧，但也变得不再是人。李逵的每一次恢复，其实都是在嘲讽那些还在纠结、还在痛苦的好汉们。他仿佛在说，看啊，只要你像我一样，不再把人当人看，生活就会变得如此轻松愉快。这种单纯的暴力，在黑暗实验里是不可或缺的硬件。但施耐庵知道，光有硬件是不够的，一把失控的快刀很容易伤到自己。要让这108台机器整齐划一地走向毁灭，还需要一套最高级的软件系统。这套系统不是靠拳头建立的，而是靠一种叫做及时雨的粘合剂。那个看似温和、看似仗义的领头人，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把李逵这种野兽和林冲这种教头，通通关进同一个笼子里的呢？既然咱们聊完了李逵这台最原始的除草机，那咱们就得看看是谁在按那个启动键。在施耐庵的实验室里，如果说林冲、武松是顶级的硬件，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男人就是给所有硬件安装统一操作系统的超级程序员。他就是那个个子不高，长得黑不溜秋，却让全天下好汉听了名字都要纳头便拜的及时雨宋江。很多人读《水浒》的时候会觉得奇怪，宋江这人要武功没武功，要长相没长相，凭什么能当老大？这就是施耐庵最阴狠的地方，他要展示一种比暴力更高级的控制术。宋江的必杀技不是挥刀，而是撒币和洗脑，他外号叫及时雨，这个外号本身就很艺术。你想想，雨水这东西平时看着温温柔柔，但它能无孔不入地渗透进土里，最后改变整片大地的性质。宋江的操作逻辑其实很简单，总结起来就是4个字：情感绑架。他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找当地最有名的狠人，然后疯狂给对方送钱、送关心、送尊重。他这种送法不是施舍，而是带着一种让你无法拒绝的卑微。他会拉着你的手，感叹你的怀才不遇，他会为了你的一点小事忙前忙后。这种极致的情绪价值，对于那些在体制里受尽冷眼的好汉来说，简直就是致命的毒药。你一旦喝了这口药，你就掉进了施耐庵设下的圈子。因为在那个江湖逻辑里，受人滴水之恩就要涌泉相报。宋江通过这种成本极低的投资，给自己买回了一堆死士。他把这种私人之间的恩惠包装成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大义。当林冲还在纠结尊严，武松还在纠结报仇的时候，宋江已经把大家都拉进了一个叫做忠义的笼子里。这个笼子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杀掉了每个人的独立性。在没遇到宋江之前，大家上山是为了活命，或者是为了反抗。但遇到宋江之后，大家的目标开始变得整齐划一，那就是为了宋哥哥的大业。宋江就像一个高明的调音师，他拨弄着每个人心里的那根弦，最后让108种声音汇聚成了一个旋律。那个旋律听起来很激昂，其实是走向毁灭的丧钟。施耐庵给宋江设计了一套非常精密的话术系统。宋江从来不直接命令你去干坏事，他总是会用一种非常委婉、非常无奈的口气引导你去完成他的意图。比如，他想除掉某个对手，他不会说去杀了那个人，他会说那个人坏了咱们梁山的名声。这种把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的手段，让那些脑子不太好使的好汉们觉得自己不是在当打手，而是在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这种氛围下，人的温情被彻底异化了，兄弟之间不再是那种简单的互相扶持，而变成了一种类似传销组织的疯狂。大家互相比拼谁更忠诚，比拼谁杀敌更多。那种原本存在于个体身上的善良和犹豫，被这种集体狂热给彻底吞噬了。宋江在山头立起那面替天行道的大旗，其实就是给这台巨大的杀人机器盖上了一层遮羞布。你看，他在处理李逵的时候，那种手段简直让人不寒而栗。李逵那么狂暴的一个人，在宋江面前乖得像只猫。这根本不是因为李逵懂事了，而是因为宋江已经通过长期的心理暗示，把李逵的灵魂给格式化了。李逵不再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生物，他成了宋江的一根手指。宋江想让这根手指指哪儿，这根手指就得戳哪儿。施耐庵通过宋江这个角色，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控制往往不是来自于强权的压迫，而是来自于这种带有温情色彩的诱骗。
宋江用那些廉价的眼泪和散碎的银两，把108个原本可以有不同结局的灵魂，通通拉进了一个死局。他这种及时雨其实是带着腐蚀性的，他一点点烂掉了大家的根基，让大家觉得除了跟着他一条路走到黑，再也没有别的活法。这就涉及到了梁山内部最核心的社交逻辑，也就是那份被吹上天的兄弟情。很多人觉得那是世间最纯粹的感情，但在施耐庵的显微镜下，这种感情背后其实藏着一种让人无法呼吸的强制力。这种所谓的义气到底是怎么完成对个体的最后绑架的？当大家围坐在一起大碗喝酒的时候，真的是在享受自由吗？还是在共同签署一份死亡契约？咱们刚聊完宋江这位顶级程序员，那咱们就得深入聊聊他手里最核心的那套算法，也就是那份被无数人吹捧的兄弟情。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梁山泊就是个大型的互助小组，大家萍水相逢，肝胆相照。但在施耐庵的实验室里，这份义气其实是一场极度精密的大型绑架。它不是那种把你捆起来要赎金的肉体绑架，而是从精神到社交的全方位锁死。这种绑架的第一步是制造一种无处不在的欠债感。你看宋江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救急，只要你遇到了难处，他就像个散财童子一样出现。他不是在帮你解决问题，他是在给你套上一层厚厚的道德债。在那个江湖逻辑里，钱债好还，情债难清。当你拿了人家的银子，听了人家的暖心话，你其实就已经把自我的定价权交出去了。你以为那是兄弟情，其实那是宋江在往你的灵魂里注资。等你成了他的子公司，他让你干啥你都得接着。第二步就是著名的断你后路，这是梁山最让人细思极恐的操作。你看秦明是怎么上山的？为了逼这个政府军的高官入伙，宋江让人假扮秦明去城外杀人放火，害得百姓家破人亡。结果官府杀了秦明全家，他彻底没了退路，只能乖乖上山。这种逼良为寇的手段就是最硬核的绑架，他把你的社会关系、你的家庭、你的名誉通通炸碎，让你变成一个只能依附于梁山的孤魂野鬼。这时候你跟宋江讲义气，那是因为除了这份义气，你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一无所有了。这种所谓的兄弟情其实带有一种强烈的强制性。在梁山聚义厅里，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氛围，其实是一种极度压抑的集体主义。在这种环境下，你是不允许有私人情绪的，大家都在喊着为哥哥卖命。如果你表现出一点点自私或者退缩，你就是不义，你就是叛徒。这种道德制高点的压制，让很多还有点清醒头脑的好汉根本不敢说真话。他们被那种狂热的氛围给裹挟了，最后只能跟着大家一起走向那个已经预设好的毁灭终点。最残酷的一点是，这份义气其实是高度排外的。他要求你杀掉你之前所有的社交圈子，上了山，你就是梁山的人。这种关系就像是一个黑洞，它吸干了你身上所有作为独立人的属性。你会发现，这些好汉之间其实很少有真正的深度交流。他们聊的是排名，聊的是打仗，聊的是宋哥哥的伟大理想，却从来没人坐下来问问对方，你最近心里难受吗？你想家吗？大家都默认那种软绵绵的情感是多余的，
只有暴力和忠诚才是唯一的硬通货。施耐庵通过这种描写，向我们揭示了某种群体心理的阴暗面。当一群失去退路的人聚在一起，用一种近乎偏执的道德准则互相手拉手的时候，他们产生的力量确实很可怕，但这种力量是没有温度的。它就像是一根紧紧缠绕在一起的钢索，虽然坚固，却勒得每个人都喘不过气。这种义气本质上是一种生存策略的交换，而不是灵魂的共鸣。大家所谓的义薄云天，更多时候是为了掩盖内心的恐惧和孤独。所以你看，这种大型绑架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一起失去了自救的能力，因为谁也不敢跳出这个圈子，谁也不敢承认这份温情其实是假的。大家只能在这种虚假的繁荣里互相打气，互相催眠。这种压抑到极点的环境，必然会导致某种极端的排斥反应，而这种排斥反应最直接的受害者，往往是那些天生带着温情、带着色彩的群体。在施耐庵的这个纯男性暴力世界里，女性角色的彻底消失或者被丑化，其实也是这场实验里非常关键的一环。咱们聊了这么多，大老爷们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诡异的现象？在施耐庵设计的这个梁山实验室里，大门口仿佛挂着一块隐形的牌子，上面写着4个大字：女性进入，或者准确点说，是正常女性进入。如果你仔细数数《水浒传》里的女性角色，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后脊梁发冷的规律，那就是在这里，女性要么是祸水，要么是母老虎，要么就是压根儿没灵魂的工具人。这可不是简单的偏见，这是施耐庵为了杀掉所有温情打出的一张极其狠辣的底牌。咱们得明白一个逻辑，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女性往往代表着家庭、生命力，还有那种能把人融化的温柔。只要一个男人心里还装着一个温润如水的女人，他就不可能彻底变成一台只知道杀人的机器，因为他有牵挂，他有退路，他知道杀完人之后还得回家抱孩子。所以施耐庵要想把这108个人彻底格式化，第一件事就是得把女性这个变量给处理掉。他处理的方式特别极端，第一种方式就是把女性妖魔化。你看，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这些人在书里被写成了万恶之源。施耐庵通过这些故事给读者和好汉们洗脑，他反复在暗示，你看，女人就是麻烦，女人就是背叛，女人就是拉你下水的泥潭。在这种逻辑的洗脑下，好汉们开始对女性产生一种生理性的排斥，杀掉一个坏女人，在梁山逻辑里甚至成了一种成人礼。武松杀了潘金莲，石秀杀了潘巧云，杀完之后，他们就彻底跟那个有温情的现实世界断绝了联系。第二种方式更狠，就是把女性给去性别化。梁山上有3个女将，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你看这3位，哪有一个像正常女人的？孙二娘是开黑店的，杀人剁肉跟切菜一样，她身上还有半点女性的柔和吗？没有，她其实就是一个穿着裙子的李逵。顾大嫂外号母大虫，听听这名字，压根儿没打算把她当人看。施耐庵把他们写得比男人还野，比男人还糙，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在梁山这个暴力磁场里，女性特征是会被磁化的，最后通通变成暴力的零件。最让人心疼也最让人心寒的是那个1丈青扈三娘，这位可是真正的顶级白富美，
长得漂亮，武艺高强，可结果呢？全家被李逵那个杀人机器给屠了，自己被俘虏之后，宋江一句话就把他许配给了矮脚虎王英。王英是什么人？一个猥琐、好色、没什么底线的小毛贼。按照正常人的感情逻辑，扈三娘应该恨死梁山才对吧？可是施耐庵在后面的章节里，直接把扈三娘的灵魂给删除了。他成了一个只会打仗、只会听令，甚至连一句话都不说的战斗木偶。这种对人格的彻底抹杀，比直接杀了他还要残忍。为什么要这么写？因为施耐庵需要制造一种绝对的孤独。当一个世界里没有了母亲的叮咛，没有了妻子的软语，没有了女儿的娇憨，这个世界就只剩下了冰冷的钢铁和滚烫的鲜血。好汉们互相称兄道弟，那种关系是极其干燥的，没有任何润滑剂。这种干燥的环境最适合培养嗜血的本能。没有了女性带来的温情出口，好汉们过剩的精力和情绪就只能通过杀戮来释放。你可以把这看作是施耐庵的一次去温情化手术，他精准地切除了故事里所有可能产生爱和怜悯的组织。当林冲不再想念林娘子，当武松不再有嫂子可以调侃，当所有的好汉都觉得女人是障碍的时候，这台叫做梁山的机器就跑得更顺滑了。他们不再是任何人的丈夫、儿子或者父亲，他们只是宋江手里的棋子，是这场黑暗实验里的高级耗材。这种对女性的集体屠戮和丑化，本质上是在摧毁人类文明的摇篮。没有了家庭这个最小的温情单位，所谓的江湖就成了一个大型的角斗场。大家在这里比谁更硬，比谁更冷，比谁更不在乎生命。这种氛围一旦形成，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推力，把那些还没上山还想过日子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推向深渊。这种推力有时候是非常直白的。施耐庵为了让实验样本足够多，他甚至会亲自动手去毁掉那些还没入局的人的最后一点体面。这就牵扯到了一个江湖术语，叫做投名状。如果你觉得只要守住底线就能躲过这场实验，那你就太天真了。施耐庵有100种方法，让你在不得不加入之前，先亲手粉碎掉自己的尊严和未来。这世上最残酷的事，莫过于亲手毁掉自己最在乎的东西。施耐庵为了让这群人彻底变成机器，给梁山泊设计了一张非常特殊的门票，江湖术语叫做投名状。如果你觉得这只是一道入场手续，那就太小看施耐庵的手段了。这其实是一场尊严的粉碎机，是实验里最关键的断根手术。咱们先看这个林冲。林冲上山的时候，虽然心已经死了一半，但他骨子里还是那个教头，还是那个守规矩的体面人。王伦告诉他，想留下可以去山下随便杀个人，把人头拎上来。林冲当时那个反应是非常精彩的，他犹豫了，他甚至觉得这事儿有点难办。为什么难办？因为他还没彻底变成杀人机器。在他眼里，杀害一个无辜的路人，这叫做犯罪，是突破底线的。可是施耐庵就是要在这一刻告诉林冲，你已经没有底线了。当你拎着那个无辜路人的头回到山上的那一刻，你身上最后一点属于文明社会的尊严就被这张投名状给烧得一干二净。投名状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罪恶的共谋，只要你手里沾了无辜者的血，你就跟这个正常的社会彻底决裂了。你不再是那个受人尊敬的老师、军官或者是小职员，你成了一个杀人犯，
一个被文明唾弃的野兽。这种身份的剧烈转变会让一个人的自尊心瞬间崩塌。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已经烂透了的时候，他反而会产生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快感。这正是施耐庵想要的，他要的就是你那份不再挣扎的顺从。但这还不是最狠的，对于那些死活都不肯低头、死活都要守住温情的人，施耐庵有一套更加丧心病狂的代办服务。有些好汉是不想要投名状的，他们想当忠臣，想守着家人过日子。这时候，梁山的所谓兄弟们就会跳出来，帮他们把后路给炸了。咱们看看那个号称霹雳火的秦明。秦明原本是大宋朝的高级军官，有老婆有孩子，生活非常有奔头。宋江为了让他上山，想出了一个极度阴损的招数。他让人穿上秦明的盔甲，骑着秦明的马，连夜去青州城外烧杀抢掠，把老百姓全给屠了。官府一看，好你个秦明，你竟然造反！于是二话不说，把秦明留在城里的老婆孩子全给杀了，人头还挂在城墙上示众。当秦明看到亲人的尸体时，他的人生已经彻底毁了。这时候，宋江走过来，笑眯眯地拉着他的手说：“兄弟，别难过，以后梁山就是你的家。”这种帮人落草的逻辑，简直让人毛骨悚然。他不是在救人，他是在通过摧毁你所有的生活希望，来逼你加入这场实验。秦明最后上山了，而且成了梁山最卖力的打手之一。他为什么不恨宋江？因为他不敢恨。他唯一的退路已经被炸成了一个大坑。如果他再不抓住宋江这根稻草，他就真的成了一具行尸走肉。这种被强行扭曲的忠诚，其实是一种极度的绝望。施耐庵在这里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当暴力和阴谋联手的时候，个人的意志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还有那个美髯公朱仝，朱仝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他为了保护一个小衙内，死活不肯上山。结果李逵那个杀人机器，当着朱仝的面，把那个只有几岁大的孩子给劈成了两半。施耐庵写这段的时候，笔触极其冰冷，他就是要通过这种极端的残忍，把朱仝身上最后一点对人性的幻想给粉碎掉。朱仝最后也上山了，也成了所谓的兄弟，但在那之后，他很少再笑过。他的灵魂已经在那一斧头下去的时候，跟着那个小衙内一起碎了。通过这些血淋淋的案例，施耐庵让我们看到了投名状背后的真相。它不是什么英雄的勋章，它是每个零件被装进机器之前的消磁过程。它让你亲手或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温情、体面和未来被一一铲除。当你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举目无亲、无处可去的时候，你就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死死抱住梁山那个冰冷的集体。这时候，你已经不再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了，你成了一个只会听从指令，只会通过杀戮来获取一点点安全感的零件。而梁山那帮操盘手，为了让这群已经失去尊严的零件能够更顺滑地运转，还发明了一套非常有仪式感的社交方式。这种方式让大家觉得，虽然我们失去了做人的资格，但我们至少还拥有一种叫做好汉的高级感。这种高级感往往就藏在那一只只举起的酒杯和那一盘盘冒着热气的熟牛肉里。聊完那些血淋淋的投名状，咱们换个稍微轻松点的话题，咱们聊聊梁山好汉最让人羡慕的一件事，那就是吃。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水浒的世界就是一盘接一盘的熟牛肉，
还有怎么喝都喝不醉的大碗酒。这种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描写，简直就是这本硬核小说的灵魂。但在施耐庵的实验室里，这些酒肉根本不是为了填饱肚子，它们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记忆清洗剂。你要知道，一个人对于温情的记忆，往往是跟家里的味道连在一起的。你妈给你熬的那碗粥，你媳妇给你炒的那盘小菜，那是你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根。施耐庵为了把你变成机器，他第一步就是要把你舌尖上的这些记忆通通洗掉。他在书里反复强调那种极其单调、极其粗放的饮食方式，不管你是当官的还是杀猪的，上了山，大家通通吃一样的熟牛肉，喝一样的浑白酒。这其实是在进行一种感官的格式化。这种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能够迅速填满人的生理需求，但它无法提供情感的滋养。在这种粗犷的饮食仪式中，那种细腻的、私人的家庭情感被一种集体的、原始的野性给取代了。当一个男人习惯了在火堆旁跟一群满身汗臭味的汉子抢肉吃的时候，他心里那个关于温暖小家的投影也就慢慢淡化了。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那就是牛肉。你要知道，在大宋朝，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法律是严禁私自宰杀耕牛的。梁山好汉在大谈特谈吃牛肉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完成一种日常化的犯罪仪式。每咽下一口牛肉，他们就在心里跟那个守法的文明社会又拉开了一段距离。这种微小的、持续的心理暗示，让好汉们觉得自己已经彻底跳出了那个条条框框的世界。这种违禁的快感成了他们维系彼此关系的另一种粘合剂。再说说内酒，梁山的酒从来不是用来品的，而是用来灌的。这种高频率、大剂量的饮酒，本质上是一种感官的麻醉。施耐庵笔下的这些英雄，每个人身上都背着沉重的人命和复杂的创伤。林冲午夜梦回的时候，难道不会想起他的娘子吗？武松手起刀落的时候，难道真的没有1秒钟的迟疑吗？他们肯定会有痛苦，会有挣扎，而这种大碗的酒就是最好的止痛药。它能让你的脑子变得迟钝，让你的良知变得模糊。在这种酒精营造的虚幻豪气里，他们可以暂时忘掉自己已经变成杀人零件的事实，觉得自己依然是那个义薄云天的英雄。这种酒桌文化还产生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一种虚假的亲密感。大家围坐在一起，互相敬酒，互称兄弟，那种氛围会让一个人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并不孤单，觉得自己找到了归宿。但这种基于酒肉的连接其实非常脆弱，它不需要你交出真心，只需要你交出忠诚。只要你还能喝酒，还能杀人，你就是兄弟。一旦你失去了这些功能，这桌酒席上就再也没有你的位置。施耐庵通过这种对饮食的特殊处理，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完全去生活化的生存空间。在梁山泊，没有厨房的概念，只有大锅饭。这就意味着，在这里没有私人的空间，没有私人的秘密，更没有私人的温情。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必须暴露在集体的视线之下。这种极度的透明，其实是对个体人格的一种慢性蚕食。你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你只是这个巨大食堂里的一个食客，是这台战争机器里的一个能量单元。很多观众觉得看他们吃饭特别爽，觉得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真好。但你仔细想想，如果一个人的生活里只剩下吃饭和杀人，那和关在笼子里的野兽有什么区别？
这种所谓的自由，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囚禁。施耐庵把108个人关在梁山这口大锅里，用酒肉当柴火，慢慢的熬，最后把所有的人性都熬成了渣子，只剩下一副副坚硬的、冰冷的躯壳。这种饮食仪式的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些吃饱喝足、已经进入迷醉状态的零件，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当酒席散去，当大家回到聚义厅的时候，他们会发现，那个原本看似平等的兄弟圈子，其实早就被画上了一道道森严的等级。那个让你大碗喝酒的哥哥，其实正在高台上冷冷地看着你。这种从酒桌到座次的转变，才是这场实验里最让这群好汉感到绝望的瞬间。他们以为自己逃离了官场，却没想到自己亲手建造了一个更小也更残酷的牢笼。等这顿酒喝透了，肉吃腻了，你会发现梁山坡这个地方气氛开始变得有点微妙。原本大家在酒桌上还能勾肩搭背，口口声声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但当那个叫做座次表的东西出现时，空气瞬间就凝固了。施耐庵在这里安排了一个极具荒诞感的桥段，就是那个所谓的天降石碑。大伙儿正聚会呢，天上掉下个大石头，上面刻着108个人的名字和排名。你以为这是老天爷的意思？别逗了，这其实是宋江和吴用联手搞的一场办公室政治秀。施耐庵通过这一幕，向我们展示了这场黑暗实验里最讽刺的一面。这些原本为了逃避官场、反抗等级制度而聚在一起的好汉，最终亲手给自己打造了一个更小也更密不透风的官场。这块石碑不是什么神迹，它是一张员工手册，是一套严格的职员等级制度。从那一刻起，所谓的兄弟情就彻底变成了上下级。你想想，当你是排名第36的天罡星，而旁边那位是排名第37的地煞星时，你们之间那道隐形的墙就立起来了。施耐庵非常精准地捕捉到了人类心理的一个弱点，那就是对地位的迷恋。只要给了你一个名号，给了你一个牌位，你就会下意识地去维护这个虚幻的荣誉。那些原本在大自然里自由驰骋的野兽，就这样被宋江用一张表格给驯化了。他们开始在意自己的座位离主席台有多远，开始在意别人跟自己打招呼时的称呼。这种对权力的渴望，其实就是人性里最难根除的病毒。这就是施耐庵最毒辣的地方，他让这群人觉得他们在梁山找到了尊严，但实际上，这种尊严是建立在对另一个兄弟的俯视之上的。当梁山坡开始有了这种等级分明的秩序，它就不再是一个反抗者的乐园，而成了另一个缩小的北宋朝廷。这里有分工，有考核，有汇报关系，甚至还有那些让人头疼的裙带关系。林冲这种技术大拿，虽然排名靠前，但永远进不了核心决策层。而像李逵这种领导的亲信，虽然脑子不好使，却能横着走，这跟外面那个烂透了的官场有什么区别？这种等级制度的建立，其实是对这些好汉进行的一次深度洗脑，它消解了大家的斗志，把那种对系统的不满转化成了系统内部的竞争。大家不再想着怎么掀翻桌子，而是想着怎么能在桌子上挪个好位置。施耐庵让我们看到，一旦你接受了这种排排坐的逻辑，你就已经重新变成了权力的奴隶。你以为你逃离了牢笼，其实你只是从一个大笼子钻进了一个精装修的小笼子。而且
这个小笼子比大笼子更具有欺骗性，因为它打着义气的旗号，让你觉得这种服从是心甘情愿的。在这种氛围下，好汉们原有的那种野性和温情，被这种官僚化的逻辑给彻底格式化了。他们开始学习官场的客套，开始揣摩上司的心思，开始为了那点微薄的虚名争得头破血流。这种人格的降级，比肉体的消灭更让人感到悲哀。施耐庵通过这张排名表，完成了对梁山好汉最后的收割。他把108个活生生的灵魂，按照功能和等级，精准地镶嵌进了这台庞大的战争机器里。每个人都成了这台机器上的一个刻度，一个坐标。他们不再是自己，他们成了那个数字，那个绰号。当这种身份的转变完成之后，他们对于自我的认知也就彻底迷失了。这种迷失是非常可怕的。当你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而只是一个排名第几的好汉时，你就已经失去了与这个世界产生真实情感连接的能力。你会发现，这些好汉到了后期，连说话的方式都变得越来越像公文，越来越没有生气。他们被这种缩小的官场给同化了，成了那种他们曾经最讨厌的人。既然大家已经习惯了当零件，习惯了听从那张表格的指挥，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零件身上最后一点个性的痕迹给抹掉。施耐庵在这里又用了一个非常高明的手段，他不仅要给你们排名，他还要给你们贴标签。他要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让你们彻底忘记自己原本是谁，让你们在那些听起来威风凛凛的头衔里彻底丧失独立的人格。这种对名字的剥夺，又是如何让这群人加速走向自我毁灭的呢？咱们顺着那张座次表往下看，你会发现施耐庵在这场实验里还玩了一手非常高明的心理消磁，那就是给每个人贴上一个如雷贯耳的绰号。你可能觉得这些外号挺酷的，什么及时雨、玉麒麟、浪里白条，听起来就像是超级英雄的代号。但在施耐庵的黑暗逻辑里，这些绰号其实是用来替换你本名的。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本名是父母起的，里面藏着长辈的期许，藏着家族的温情，那是你跟这个世界最初的血缘链接。但当你上了梁山，你的本名就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冷冰冰的功能化的标签。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隐蔽的人格格式化。当所有人都管你叫黑旋风的时候，你慢慢就会觉得自己就应该像一阵旋风一样去搞破坏，去杀人。当你被贴上豹子头的标签，你就得活得像个冷酷的教头，随时准备冲锋陷阵。这些绰号就像是一个个设定好的程序，精准地定义了你在梁山这台机器上的用途。施耐庵通过这种方式剥夺了这些好汉作为独立个人的属性，你不再是谁的儿子，不再是谁的丈夫，你只是那个绰号背后的一个暴力符号。这种操作在咱们现代社会其实也有影子。你看，有些大公司给员工起英文名或者用工号来称呼，本质上也是为了淡化你的个人色彩，让你更顺滑地融入那个集体的齿轮里。施耐庵早就在几百年前把这套玩透了。他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改名运动，成功地在梁山泊制造了一种身份真空。大家在这个真空里互相看着对方那些威风的标签，产生了一种虚假的自我认同感。他们觉得自己成了传奇，成了星宿下凡，却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把真实的自我给弄丢了。这种绰号文化还有一个副作用，那就是让好汉们变得越来越自大，
也越来越脆弱，因为他们必须时刻维护那个绰号带来的名声。比如那个小温侯吕方，因为他外号叫这个，他就得学吕布的打扮，用吕布的兵器。他活在别人的影子和自己的标签里，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生活逻辑。施耐庵在这里其实是在讽刺这些所谓的好汉，最终都成了自己绰号的奴隶。他们为了那个虚幻的名头，可以去干任何违背良心的事，因为在那个绰号的程序里是不包含羞愧和反省这两个选项的。更深层的真相在于，这种对名字的剥夺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下一步的集体催眠。当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被这些响亮的标签给填满之后，他就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会觉得，只要跟着那面大旗走，只要为了那个集体的荣誉而战，就是对自己这个绰号最好的交代。这种逻辑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把个体的道德责任感给稀释了。杀人不再是杀人，那是黑旋风在立功；抢劫不再是抢劫，那是及时雨在施恩。施耐庵冷冷地看着这群人在那些虚假的名字里狂欢。他知道，当这108个人都习惯了用标签来社交，用名头来互相称呼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彻底失去了回头的可能性。他们已经不再是那种可以坐在家门口晒太阳，跟邻居拉家常的正常人了，他们成了一群被格式化了的功能模块。既然是模块，那接下来的命运就注定是要被安装进一个更大的，更名为国家的系统里。这个转变过程非常有意思。当大家还在为了那个虚幻的排名和响亮的绰号沾沾自喜时，宋江已经开始准备把这些已经成型的零件整体打包卖给那个曾经把他们逼上绝路的系统。这就是施耐庵这场实验里最荒诞也最必然的一环。你以为你逃出来是为了自由，其实你只是在进行一场高强度的入职前培训。这群已经被剥离了温情、格式化了人格的机器，最终发现自己唯一的出路，竟然是重新穿上那件沾满尘埃的旧官袍。这种从造反到招安的转折，到底藏着怎样的绝望逻辑？那些已经没有了退路的好汉们，又是如何在这种必然的终点前，做着最后的自我欺骗呢？咱们聊到了这群好汉被剥夺了名字，换上了亮眼的绰号，成了梁山这台大机器上的标准零件。这时候，实验进入了一个最荒诞的阶段。你会发现，这些原本被体制踢出来，甚至被体制逼得家破人亡的狠人们，竟然开始集体患上了一种归家渴望症。这种渴望不是想回那个温暖的小家，而是想回到那个曾经把他们踩在脚下的官场体制里去。这事儿听起来特别讽刺，但在施耐庵的黑暗逻辑里，这是必然的结果。当一个人所有的温情、退路和独立人格都被切除之后，他其实是极度空虚的。梁山上的日子虽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但那种日子没有根。这些好汉每天睁开眼，除了杀人就是操练。这种高强度的暴力生活，如果不给他套上一个高级感的外壳，人是会疯掉的。这时候，宋江抛出了那个最终的诱饵，招安。他说：“咱们得为国家出力，得封妻荫子，得让祖宗脸上光彩。”这话听起来特别有迷惑性。其实这些好汉心里都清楚，朝廷那些官儿是什么货色。高俅、蔡京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恨不得把他们剥皮抽筋？但为什么大家最后都同意了？因为在施耐庵的实验里，这些零件已经失去了在野外独立生存的能力。
他们已经习惯了听指令，习惯了按座次排位，习惯了在一种宏大的叙事里寻找安全感。比起当一辈子的强盗，他们更愿意去当体制里的一条狗。因为当狗至少有个主人，有个名分，有一种我还在系统内的错觉。招安其实是这场人性实验的必然终点。施耐庵在这里揭示了一个非常扎心的真相：很多时候，反抗者并不是真的讨厌不公平，他们只是讨厌自己是不公平的受害者。一旦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重新穿上那件绣着花纹的官袍，哪怕这件袍子下面全是跳蚤，哪怕穿上它就要去杀往日的同行，他们也会忙不迭地换上。这种对权力的自发膜拜，是刻在那些已经被格式化了的灵魂深处的东西。于是，那群曾经在江州劫法场、在雪夜杀人的自由人，开始整整齐齐地跪在宣和殿前，等着那个根本不在乎他们死活的皇帝给一个名分。施耐庵写这一幕的时候，那种调侃的味道简直要溢出纸面了。他让读者看到，所谓的英雄气概在权力的招安面前竟然显得那么廉价。那些威风凛凛的绰号，在皇帝的一纸诏书面前，通通变成了跪在地上发抖的膝盖。这种转变对梁山兄弟情是致命的一击。以前大家是同生共死的哥们儿，现在大家是按职级领薪水的同事。宋江成了宋先锋，卢俊义成了卢副先锋。他们不再是为了义气而战，而是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功名去卖命。施耐庵把这台机器的动力源从那种热血的义切换成了冰冷的利和忠。这种切换非常顺滑，因为在那块石碑掉下来的时候，在那些绰号取代本名的时候，这个铺垫就已经完成了。最可悲的是，这些好汉以为招安是上岸，其实是掉进了另一个更深的海沟。朝廷要的不是这群英雄，要的是一群好用的、不用付退休金的临时工。招安之后的梁山好汉，成了朝廷最锋利的那把白手套，哪儿有叛乱就往哪儿填，哪儿有硬骨头就让这群机器去啃。他们以前杀人是为了活命，现在杀人是为了换取一个在史书上留下名字的机会。这种自我欺骗是这场实验里最残酷的部分。施耐庵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失去了所有的温情和自我，他会变得多么容易被收割。他会为了一个曾经羞辱过他的系统，去奉献出自己最后的价值。宋江天天在那儿念叨着忠义，其实他是在给这些零件刷最后一遍漆。这种漆的外表看起来金灿灿的，但内核已经彻底烂透了。当这群人重新穿上官袍，当他们再次拿起武器，指向那些和他们曾经一样走投无路的反抗者时，这场人性实验其实已经宣告成功了。施耐庵成功地证明了，只要手段够狠，只要诱饵够大，再狂野的灵魂也能被驯化成最听话的工具。既然工具已经磨砺了，名分也给足了，那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清算了。一个好用的工具，在干完最脏最累的活之后，最好的下场是什么？施耐庵给出的答案非常冷酷，接下来的蒸方腊就是这台战争机器最后的狂欢，也是施耐庵给这些零件安排的终极坟场。当这群好汉穿上官袍，拿上编制，他们可能还觉得自己翻身做主人了，但施耐庵在后台冷笑着，随手翻开了剧本最沉重的一页，南下征方腊。这根本不是什么建功立业的机会，
这就是一场专门为这台人性机器准备的报废程序。在此之前的梁山，无论跟谁打，总有一种闹着玩的错觉。打输了没关系，兄弟，入伙吧。这种滚雪球式的扩张，让大家都产生了一种死神绕着我走的幻觉。但到了江南，施耐庵把这种保护色彻底撕了。这场战争的本质是极度阴损的。朝廷的想法很简单，你们这群造反的零件虽然现在听话，但毕竟还是零件，放在家里总归不放心。正好江南那边也有个叫方腊的在闹腾，干脆让你们两伙人互相死磕，谁死了我都省心。这在职场上叫什么？这叫高危项目全员末位淘汰。施耐庵在这里写出了一种非常真实的绝望感。以前在山东，好汉们面对的是腐败的官军，那大多是打酱油的。现在在江南，他们面对的是一群跟他们当年一样豁出命去、有狠劲儿的狠角色。于是那108个原本觉得可以长生不老的新秀，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掉链子。施耐庵这时候的笔触变得快、准、狠，他不再给那些倒下的好汉安排长篇大论的临终感言。很多人死的甚至有点憋屈，有被冷箭射死的，有掉进陷阱里的，还有得瘟疫病死的。这种写法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当机器开始报废的时候，是没有尊严可言的。那些威风八面的绰号，在密集的箭雨和无情的杀戮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脆弱。看着昔日的兄弟一个接一个变成冷冰冰的名字，剩下的那些人心里那点被招安激起的虚荣心早就被吓没了，那种被剥离了温情的后遗症开始疯狂反弹。当你发现你为了一个根本不在乎你的系统，去杀死一群和你同样命苦的人，而换来的报酬是你最亲近的哥们儿的人头时，那种逻辑上的崩塌是毁灭性的。林冲在这个过程中彻底沉默了，武松在失去一条胳膊后终于看破了，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什么天选之子，自己只是这场黑暗实验里最后一点被压榨出来的油脂。征方腊的过程，就是施耐庵把梁山那面替天行道的大旗彻底撕碎的过程。他让读者看到，当这种畸形的没有底线的暴力被收编之后，它唯一的功能就是自我毁灭。那台曾经轰隆隆作响、看起来无坚不摧的机器，最终在江南的泥沼里彻底散架了。那些活下来的人眼里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神采，只剩下了无尽的荒凉。这场清算最狠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消灭了你的肉体，它还嘲讽了你的理想。你以为你是在为国效力，其实你只是在帮刽子手磨刀。施耐庵通过这一幕，把那种暴力能解决一切的幻觉彻底打破了。当硝烟散去，曾经热闹非凡的聚义厅只剩下几个零星的身影时，这场关于嗜血机器的实验终于要迎来它最后那个让人心碎的总结了。既然所有的温情都被杀掉了，所有的好汉都凋零了，那么施耐庵老爷子在这一片人性的废墟上，到底想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真相呢？看到这里的朋友，你觉得施耐庵是真的恨这些好汉，还是在心疼他们呢？在评论区里扣个恨或者疼。当江南的硝烟终于散去，曾经浩浩荡荡的108将只剩下了一群残缺不全的影子。施耐庵老爷子坐在他那张冰冷的书桌前，放下了那支沾满墨水的笔。这场持续了数十年的黑暗实验
终于迎来了最后一次复盘。你会发现，那些原本充满个性的生命，在经历了羞辱、放逐、杀戮、诱骗和剥夺之后，最终都变成了一堆堆毫无意义的数字。在施耐庵的眼中，梁山从来就不是什么理想国，它只是一个证明人性极其脆弱的试验场。实验的最后一步是关于忠诚的终极讽刺。宋江这个超级程序员在完成了所有的指令之后，终于领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那杯御赐毒酒。这一刻，施耐庵把那种冷酷的幽默感发挥到了极致。宋江知道酒里有毒，但他不仅自己喝了，还把那个对他最忠诚、最纯粹的暴力机器李逵也给毒死了。宋江为什么要杀李逵？因为他害怕李逵在他死后再次造反，坏了他那份拿命换来的忠臣履历。这一杯酒彻底杀死了梁山最后的一丝温情。那个口口声声为了兄弟的哥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亲手拆掉了自己最亲近的零件。这就是施耐庵想要告诉我们的真相。在一个只讲强权不讲温情的逻辑里，所谓的义气只不过是权力的润滑剂。当你失去了利用价值，当你不再是那台庞大机器的一部分，你就会被毫不留情地丢进废料堆。这群好汉折腾了一辈子，以为自己跳出了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结果却发现他们只是从一种黑暗投向了另一种更深更绝望的深渊。施耐庵用一整本书的篇幅向我们展示了社会化剥离后的荒凉景象。在这一片人性的废墟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绝望。那些曾经试图维持体面的林冲，试图寻求正义的武松，试图守护弱小的鲁智深，最终要么碎了一地，要么引入深山。施耐庵仿佛在嘲笑每一个读者，你看，在这个冷冰冰的系统面前，个人的温度是多么微不足道。只要环境足够恶劣，只要压力足够大，任何人都可能沦为那台嗜血机器上的一个轴承。这种哲理虽然残酷，却真实的让人想躲。咱们读《水浒传》，其实读的不是英雄，而是读的一种警示。施耐庵用最直白的叙述告诉我们，温情是需要土壤的。如果一个社会不再奖励善良，如果一个系统开始强制抹除个性，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下一个李逵，或者下一个被抛弃的秦明。这场黑暗实验并不是发生在遥远的大宋，它其实潜伏在每一个时代的缝隙里，随时准备重启。施耐庵老爷子通过这108个人的悲剧，其实是在给人性留下一道最后的防线。他把那些血淋淋的过程写出来，把那些虚伪的幌子撕开，就是为了让我们看清楚，如果不保护好心底那点微弱的火苗，如果轻易把自我的定价权交给别人，我们最终的结局可能也就是那个被石碑定义好的排名。这本奇书读到最后，你会觉得心口沉甸甸的，但这种沉重其实是一种解读。它让你在看到那些原始暴力的时候，不再只是感到爽快，而是会感到一阵阵后怕。它让你明白，在这个充满算计和压力的世界里，守住那份最朴素的做人的温情，其实是一件比打虎还要伟大的成就。这大概就是施耐庵在杀掉所有温情之后，留给世界的一份最隐秘的慈悲。它让我们看到了地狱的样子，是为了让我们能更有勇气去寻找人间。故事讲到这里，梁山的聚义厅已经彻底黑了下去，那108个星宿回归了天际，只留下这片
满目疮痍的大地。我们跟着这些好汉走完了这一遭，看遍了人心的起伏与崩塌，大概也会对生活有了点不一样的理解。在这场巨大的实验里，没有人是真正的赢家，但作为旁观者的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带走一点点光亮。其实，人生很多时候就像是这一场漫长的叙述，我们总是在热血中出发，在冷静中收尾。看过了那些冷冰冰的机器和硬邦邦的排名，才会发现，那些能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的，往往是那些最不起眼的柔软和善意。不论外面的世界怎么变，记得给自己留一个温情的小角落。那些细碎的烟火，那些温暖的问候，才是我们对抗这个冰冷逻辑最强有力的武器。